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宣彤，欢迎收看，也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庆祝100周年的永丰余集团。那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呢，欢迎要听到最后。今天的来宾是我们的财讯双周刊副总编辑陈雅洁，欢迎雅洁。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雅洁。好，雅洁这几个礼拜很认真的在做这个永丰余集团，这是我们725期特别企划哦，对，好像都在永丰余上班的感觉，我都看不见你。对，大家都知道101，它前面有一个欧洲小屋，结果它是一个全循环屋，而且它是永丰余引进的。对，那在我的记忆里面，永丰余以前就是造纸五月花嘛，还有橘子工坊啊这些，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它这100年来到底是怎么样转型，变成现在在展示全循环屋，听起来就是这种节能减碳的这个。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和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永丰余这家公司，其实可能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但是它真的是陪伴我们长大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用过它的产品。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哦，我们用标签，对，你一定都会用标签，对不对？标签撕起来有粘性的那一面之外，它底下还会有一层纸，就是半透明的那个。这个东西呢，就是永丰余是全球市占排名非常前面的。那它的确是一个台湾最大的造纸企业，可是事实上它在100年前刚成立的时候是和川、和永、和益三兄弟，他们成立一个小商行，是一个卖肥料啊、蔗糖啊、杂粮啊这样子的一个小商行。1924年的那时候，当时台湾的民生物资什么还挺缺乏的，那可以做这样的生意基本上也就不简单了，然后也发展得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10年之后就已经变成一个企业形态的，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小杂货店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在两岸都有一些经销处什么的，也就是说那个销售网络已经蛮有规模。他们就开始做蔗板，然后还有水泥袋。当时开始建设了之后，你就知道会很需要这一类的物资嘛。然后他们就在1950年的时候才正式成立了第一座大型的造纸厂，就是永丰余造纸。然后这个呢，就算是真的是他们的事业帝国的根基。然后就一路走来，他们后来又开始投资了生技，然后也投资了金融，也跨足到科技，像现在很多人都看电子书，那个电子书的阅读器，元泰，对，股价也曾经涨很多的，对，到现在也是他们集团市值最大的企业了。对，那到现在呢，当然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五月花啦、橘子工坊啊，这些家用品，它现在已经独立成一个公司，然后纸箱、纸板的这个呢，也是另外独立的一个公司。上面就还有一个中华纸浆，可是他们现在最早的那个永丰余造纸呢，它就是把这一些真的生产的事业都切割出去之后，它现在变成一个投资控股公司。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读者简略的介绍一下，到底它这100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转型的这个关键点？是，它在这之前大概有2次比较大的转型。第一个就是它在1986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创办人的那个年代，对，然后他当时就是推出了一个宏图100亿计划。就是宏图100亿，对，这样的这个计划呢，就是表示说，永丰余不再只是造纸而已了，他要往外跨，就是他就开始多角化经营。你知道1986这个年代的时候，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他们就是大举投资，然后成长得非常的快速。他们在宣布这个计划的那一年啦，他的整个营收还不到100亿，可是3年之后，他们就超过了300亿。300亿，从不到100亿3年之内一转型，第一次转型就300亿，对，就是非常快速。他们也开始投资生技事业啊，还有科技产业啊等等的，大概都是从那之后，他们因为快速的发展有了实力，于是就开始到其他的产业领域。那第2次的转型呢，就是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产业的环境不太一样了，就是网络的兴起。这是第一个影响，所以看纸类的产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开始从网络上开始冲击了这个纸的消费，特别是2010年的话就更明显，因为 iPhone 开始普及，智慧型手机的普及，那这些东西都有影响。我们跟华纸的总经理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早年的时候纸浆的价格，这些都是跟一个国家的那个 GDP 是几乎是正相关的，对。但是大概就是从2010年开始呢，这
就脱钩了，发现网络这样普及下去，其实对于纸张消费的冲击是还蛮明显的。他们蛮早就看到这个趋势，所以他们从05年就开始第一步先把他们的公纸事业给切割出去。工业用纸的对，工业用纸就是所谓的纸箱、纸板这种。后来呢，就又再把家用纸，就是卫生纸啊这种再切割出去。2012年的时候，他们就是直接把纸浆也切割出去了。然后所以永丰余就变成一个没有生产事业，而是它拥有很多有生产纸类产品的子公司。对，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投资控股公司。那现在他们就是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的转型了，是就跟我们这个节能减碳有关了。对对对，他们现在呢就是要转到气候科技产业。什么叫气候科技产业？所谓气候科技产业当然就是因应气候变迁的各种科技。对，那所以包括像电动车也是啦，比如说像有的无人机如果它是应用在农业上面的，那也是对。然后那像比如说做能源的电力啊、发电产业啊，然后或者是各种减碳技术的，基本上都可以算是气候科技产业。那纸业是一个蛮特别的产业，就是呢因为它的原料就是树啊、甘蔗渣啦什么什么这种生物的产品，而不是石油，所以使用这些原料的产品基本上我们都算是减碳的。那所以永丰余他们就相信就是说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来做气候科技的转型是最好的。其实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就是台湾最大的生质能的发电业者。它是台湾最大的生质能的发电者。对，而且他们很早就开始做了。造纸浆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的原料就是木头，把木头的纤维抽出来做纸之外，那些汁液就是所谓的木质素，然后它再把它给提炼成一种燃料，就可以拿来发电。那只是说现在顺应这个大趋势开始把它做大，然后包括政策也在辅导嘛。对，没错。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再加上跟电力相关的智慧能源的系统啦，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气候科技的概念了。它的营收里面大概纸业已经降到多少了？其实它现在在营收里面的话，纸业还是占最大的，大概还有7%到8%之间。OK， 那我了解。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是100年这个企业的转型的历史，那就会让我想到说，这100年下来呢，这个家族其实他们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家族，当然他们也有联姻。我看了一下这一期你画的那个家族谱族谱表，对，就是好多大家都他们已经连成一气哦。你的记忆点最深的就是说，这100年来他们这个家族的变化的一些美丽跟哀愁，因为他们在100年前就开始发迹了嘛，对，又有搭配到台湾的经济起飞的这个过程，对，而且就是创办人何传他自己也有从政，他是高雄市议员，然后后来有当过省议员等等的，所以他在政界或商界的人脉都是非常深的。何传他还有2个弟弟，何勇跟何毅，他们是3个人一起创立。当时何传他比较就是把重心放在造纸的事业，然后那造纸的生产基地最早是在高雄，弟弟这个何勇呢，他就是比较是在台中，就是负责肥料的事业。肥料对、okay， 那还有一个叫何毅，最小的弟弟，那他就是负责贸易，所以他大概就是在台湾跟日本之间跑来跑去，就是他在日本的关系非常好。但事实上何毅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是在去日本洽商的过程不幸过世的。对对，所以他跟日本那边的商界的关系也很深。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很深，而是何家跟日本的关系会很深。对，而且何家他们很早在1970年代也就开始去东南亚设厂，对，所以其实他们跟越南啊、泰国啊的皇室，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在当地的政治也都有蛮就等于他在亚洲区，尤其东南亚或者日本这一块，他的政经的势力都还是有。对，那当然更不用讲回头来说，他们在台湾，对，也是你知道的大的政商家族，就是一个联姻的关系。包括何寿川他自己，他的夫人张信如，他就是彰化银行张营张家，对对对对。然后那他们的小孩何义达，对，何义达他娶的夫人是东碱这个公司，对对对的创办人，招家的千金。那何义家呢，他家的是基隆天然气公司的李家的李正浩先生，所以就是李正浩就是现在元泰的董事长。对，所以你知道这当中就是很绵密的交织，家族联姻对于这些企业集团来讲，当然是强强联手，就是可以互相帮衬，这是一个好处。可是后来在特别是21世纪之后，大家越来越讲究公司治理，特别是金融产业，所以
像他们家特别被盯上，有一点啦，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个董事会里面全部都是姻亲或者是远房亲戚什么的，然后公司治理很容易被质疑。那这件事情的确后来也为何家带来蛮多的风波。其实他最早以前和传就已经是创立台湾的第一家民营银行的发起人，可是最早当然它不叫银行，最早是叫一个什么储蓄合会的储蓄合会，然后再慢慢演进到后来才会变成台北中小企银，然后中小企银后来又经过并购，对，然后就变成了今天的永丰金控，对， okay， 所以他们也是永丰余集团是他们的大股东，就是对。可是因为后来政府就是要求产金分离嘛，对，所以现在就是永丰余是永丰余，然后永丰金是永丰金，已经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他们是完全，因为金融的这个法令是非常特许行业，所以法令非常严谨，所以他们是产金分离。但是我们通常在讲永丰余集团的时候，我们讲市值可能会把它永丰金也放进去。对，从这个100年历史来看。其实我们在讲现在的生技产业，你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呢，在1984年那个时候，台湾的 DCB 就是生物技术中心，其实当时何寿川等于永丰余集团，他们就有在帮忙，那要很多的企业家帮忙成立。然后2000年前后，这个扁政府那个时候，其实你记不记得2001、02年那个整个网络泡沫是下来？是，其实李国鼎以前他们就想要把生技扶植，就想说好科技下来，那我生技赶快把这个弄上去。可是当时什么都没有，要钱，然后国发基金就要找很多的企业集团，结果只有永丰余集团出来帮忙。你讲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一些。其实呢，永丰余合家对台湾的经济，凭良心说是真的蛮有一些贡献。早年台湾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时候呢，其实是百废待兴，对，很多产业根本都还没有开始。永丰余合家真的是出钱又出力。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台塑的创始股东之一。台塑的王永庆先生是台塑的前身其实叫做佛茂塑胶，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佛茂塑胶的股东之一。另外他们也是台湾水泥的投资人之一，更不要讲其实何寿川自己也担任过证交所的董事哦。总之我相信何家也是出钱出力的。对，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生技业也是啊，台湾第一个这个上智创投国发基金3成6成是永丰余集团出的。那你要想2007年我们台湾才有台湾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才有今天这个整个土壤。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波折，但是有一些历史上的他们的帮忙这个台湾的土壤，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对。好，那雅琪，我们回到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大概知道永丰余已经转型成这个投控，现在大家有个疑惑，就是永丰余我们怎么看它的这个投资绩效？因为其实你看 EPS 看营收，你实在看不太出来，它就是很平淡。我觉得有一个概念是蛮好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它现在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从事生产，所以你从什么毛利率啦、营收啦、EPS 去看它呢，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几年来它透过因为不断的切割出新的获利单位、新的事业去外面赚钱，也就是说它一直在养小金鸡，它的净值的确是很明显的成长。那我们这次是有盘出来，它在2011年，也就是它在转成投控的前一年，它的每股净值是15块多，15块，对。可是它到今年第3季，它的每股净值已经是到40.29，这已经是一个2倍以上的成长率了。对，它其实成长性还是蛮高的。对，就是以后可以观察它的净值变化。没错，但是因为它必须要不断的再投资，对，所以呢，它的股息配发不会那么好。对。但是问题是，其实投控呢，你本来就不一定是看它的股息配发。对，像最好的例子就是波克夏。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对，你看他到处投资，他可是没有配过半毛钱的，对，可是呢，他就是可以让公司的价值一直成长。那现在我们以永丰余转型成投控之后，好了，总共有3家公司上市，一个就是深丰应用材料，它是在疫情期间很红啦，因为它做橡胶嘛，当时为了那个手套，对，然后缺料啊、缺货什么的，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是受到现在橡胶这个价格的对原物料的价格波动，对，会影响到它的业绩，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永丰实业，也就是它的现在消费品的这一块，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再怎么样内需这一块，卫生纸啦、什么清洁用品啊什么的需求是不会掉的，特别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越文明的国家消费量是越高。OK， 然后第3个公司就是2023年才挂牌的永道。
那甬道它是一个利用 RFID 这样子的无线射频的技术在做电子标签，那这是一个在不管是智慧生产啊，或者是智慧管理上，仓储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用。然后它也已经打进了很多国际大的品牌的公司，像 Uniqlo， 它是日本迅销集团，它旗下的品牌基本上都用甬道的电子标签。然后可能大家不会特别去注意你买的衣服那个标签上面，对，其实里面是有藏一张晶片的在里面，然后所以他就只要扫一下，甚至于他可能整篮放在收银机前面，他就可以一次列出你买了哪一些品项，那就是一种 RFID 的技术的应用。甬道做的、对，那甬道它就是现在属于成长期的科技股嘛。对，那刚刚再回头讲到永丰余，它在变成投控之后，其实它养出来的小金鸡表现都是不错的，表示说它呼吁新创的能力是够强的，而且他转投资的试验的表现也都还蛮好，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直接把它给对比波克夏啦，但是其实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它，就是我们对于投控这种投资标的可能要有不同的认识。永丰余它这个例子就可以让我们去认识怎么样去评估投控，然后怎么样看投控公司的价值。那接下来就是要提到的资产活化哦，像我们知道的正隆啊，或者是林纸业，后来他们都变成这种资产开发股嘛。那同样永丰余有100年，它应该也有很多的土地，资产土地，然后很多可能后来因为这个纸业的这个产业变迁，所以它应该有闲置的。那到底它有没有活化？这个是不是在它的版图里面，它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业呢？对，其实土地资产这件事情在永丰余是他们自己没有把它觉得是很值得拿出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事情，但是市场是会这么看它的，因为它拥有非常多的大面积工业区土地。那现在你知道在台湾这种工业区土地就已经很抢手了，更不要讲大面积。对，那我们知道它最早的时候，其实它在北中南台湾东部西部都有厂，然后都有土地。在讨论了这么久之后，他们最近终于开始公开了一些开发的计划。我们这一次还真的给我们问到了几件，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对，大家都好像只问楼梯响，都一直没有看到他们有很明确的规划出来。那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新店那边，他们的一个中华彩色印刷那一块厂区呢，现在已经进行都更了，但是它是要配合新北市政府的进度，对，然后到时候那个地方规划出来也是一个上百亿的总销金额，只是时间还没有出炉就对了。对对对，因为要配合都更的时程，这个是比较慢的。那大家可能会比较最近注意到的是11月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公告，就是他们要在高雄也是一个土地开发的计划，位置非常好，在光荣码头旁边，也就是汉神百货的正对面。那位置非常好，对对，然后又很接近轻轨站啊什么的，然后就很靠近亚洲新湾区，所以也算是一个蛋黄区啦。只是他们现在因为你知道缺工的问题啦，还是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洽询一些承包商或什么的，那希望可以在2026年之前开工。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在高雄还有另外一块土地，但那个也是要走都更的流程，然后另外还有像桃园南崁那边的原本的工业区的土地，还有台中那边也有工业区的土地，这些都是正在规划中，就是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果，但是至少资产活化是他们现在已经列在他们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是没错， 对 OK。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16集医护短缺有解方，在家住院创造医病护3赢的留言。第一个财团 Carlos 呀，他说服务升级，那薪资有没有升级呢？还有医护人员更远的行动距离，就是说在宅医疗可能要走更远，以及各种不便都是一个阻力。如果想推行这种在宅的新式医疗，还包括在健保里面可能会更缺人。我想这一题我直接回答没有错。其实现在医护缺工一个很大问题是，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护理人员的平均薪资不管资深资浅加起来平均薪资年薪是70万。也许有人听到70万觉得好像也不少，可是问题是你要想资深跟资浅合起来，还有他们每天到底做什么事，他们还要晚夜班，然后再炸夜班什么班的那个生活，而且照顾过病人的人就知道，照顾人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们只知道一走出去护士过来啊，可是不知道他们有多辛苦，所以以这样的薪水确实
目前是没有升级哦。你要发展在宅医疗，那有些医院就说，那你这样护士跑到一般的社区去，那我医院更缺啦。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台湾的人力高龄社会要解决的问题。Jigglypuff 2025他说，以前没发现有一些诊所也有参与到家看诊，1天2个小时照护邻近的行动不便的病患，真的需要一起互相才能顺利推动。其实是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家附近的诊所是不是有这种到家看诊的服务。对，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讲，他也是说他听了我们上一期写了这个，他就跑去问，真的他家附近有，只是那个目前还不是他妈妈熟悉的医生，所以以后会更拓展的话，大家知道更多的话，可能医院诊所大家会有更大的团队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但是真的如果说就诊所，然后还要再加上这种到家看诊的服务的话，那他们真的更辛苦更累。对，所以他们要跟所谓的居护所，很多退休的护士或者离开医院的护士，他们会可以成立叫居护所，居家照护所的意思。那些护士可以是独立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从业，他们都可以跟诊所或医院配合。Ethic One Project他说，护理机器人是 AI 机器人最高应用，我觉得应该是最实用的应用。其实应该就是说，任何科技都能够帮助我们这个高龄化社会，对这些在宅医疗这些都有用。好，那我们很感谢雅洁今天的分享。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第725期里面有更详细的内容。那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